大家好，今天来聊一聊比特币会跌破8万美金吗？或者是之前 all in 喊了有2年，但是10万美金以后就没敢再喊，也是希望大家要控制仓位，控制风险。那这一次比特币来到10万以下，最近是发现链上的一些数据，金鱼是一直在从交易所搬走比特币，不同于当时12万美元的时候是有提醒，金鱼在从交易所上面偷偷卖出。或者是等下也来展望2026年的财富密码。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10月初的时候，当时比特币在12万美金的顶部。这个视频是有提到一个数据，也就是巨鲸是在交易所上面偷偷卖出比特币，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交易所比特币钱包的余额，也就是当时比特币这一条黄色的线涨到接近12万美金的时候，有巨鲸是把比特币转到交易所，有没有可能又像上一次比特币在11万美金的时候，当时我是在这个位置有平仓了一些多单的利润，后面也是一直建议朋友们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数据是很巧妙啊，也就是当我们看到短期交易所的比特币如果数量是在增加的情况下，那有可能比特币会是阶段性的高点，后面比特币不是跌到这个7万5，所以我们看一下，也就是后面比特币价格涨上去以后，交易所的比特币是一直在减少，但是就是在10月初的时候，这一个12万美金的高点，这一个交易所的比特币数量是在增加。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自12万或者是跌到9万左右以后，短期交易所的比特币是有所增加，但是现在在创新低是发现交易所的比特币数量是继续在减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也就是交易所比特币储备的情况，我感觉这个数据没有那个数据准啊，比如说11万美金左右的这个高点，也没有看到这个位置数据有增加，但是后面价格是跌到这个位置，或者是在12万美金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数量反而还是在创新低，它只是在前面的这几个位置有一些转入。然后最近这一个比特币跌到8万或者9万，那这个数据到底准不准我也不清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那昨天有跟大家提到，比特币跌到8万左右的低点放出阶段性的这么大的一根巨量，很像当时也是跌到接近7万到8万左右，这边放出的巨量，它后面短线会有一些反弹。那我短线的判断是，我们先观察8万5收盘如果过的话，有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它会不会去反弹8万9，但是我有一个目标价，也就是在9万2附近，这边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阻力位。既然下方带大量，如果再配合这个 KD 指标是在20下方的超卖区，历史上有好几次超卖区，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比特币好几个位置的超卖区，比如说 50K 左右，包括这个低点在超卖区一般都会有一些短线的反弹。所以我们看一下昨天放出的巨量，这几天也是一直在跟踪。11月22号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绿色的是买进啊，它是继续买了2900枚的比特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图表，有朋友也是在问比特币会不会跌破8万美金。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历史上比特币的牛市一般是很少在月线里面会去触及这个 20MA， 包括2015年的牛市也是很少去触及这个 20MA。 如果你看到比特币价格来到 20MA， 那有没有可能代表下一波熊市的低点它有可能跌破 20MA 再跌个 50%， 才是这个位置是2018年2019年的3000美金的比特币底部，以及2022年来到这个 20MA 最终也是再跌了超过 50%， 才是比特币2万到1万5左右的底部。所以这一次比特币至12万美金的高点，也是有看到月线里面的这一个MACD 指标，它是这个高点更高，
但是 MACD 指标在背离。不过我有一个观点，这一波自机构介入以后，比特币是一直没有这种抛物线的上涨。那来到这个20 MA， 比特币会不会再跌破8万美金？我来讲一个观点，如果真的有跌破8万美金，有可能不会跌很深，因为我们去回顾一下比特币每一波牛市，后面熊市回撤的低点，它是很少去踩到就是上一波牛市的高点。我们看一下2022年的底部，当时跌到这个位置，为什么希望朋友们2万可以开始去买入比特币？就是当时它已经来到前一波牛市的顶部。所以我们看一下上一波比特币，也就是2018年的熊市，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底部有跌到也就是上一轮牛市的这个顶部的高点嘛。那为什么2022年的这一个底部它是跌到这一个前一轮牛市的高点？就是因为当时环境不允许，美联储是一直在加息。所以我的观点，你可以看一下现在8万距离前一波牛市的高点这个7万美金只有1万刀的距离。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我也不确定比特币到底会不会下去，但是短期内一个巨量放出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这个位置已经有人在偷偷的介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美联储降息的概率，现在已经上升到 71%， 也就是12月10号到时候估计应该要再降息25个基点。所以目前的大环境，我的观点是不同于2022年，当时是一直在加息，但是现在是在降息的情况下跌到这么低的位置，或者是这个时间周期确实是很短。因为什么2年之前在2万或者是15000美金的底部开始，后面希望朋友们一路 all in， 但是至10万以后也是希望朋友们要控制仓位。那我们看一下2019年，当时就是如果熊市下跌365天，1年的时间365天，2022年熊市下跌365天，它后面上涨是上涨了到顶部的位置是1064天。因为我们看一下2015年下跌熊市是超过365天，后面上涨它也是涨了1064天，就是比特币的顶部。所以前面1-2年是一直喊大家 all in， 但是这一次判断也不准啊，没想到没有抛物线的上涨，在这个位置时间也是很准啊，1064天，然后现在价格12万美金，价格就下来。那不然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观察吧，如果从这个位置真的就是顶部的情况下，那你去看一下365天2026年的10月份有没有可能比特币会是财富密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图表，以太坊我们同样可以看一下 KD 指标，一般在20附近有可能都会有一波不错的或者是上涨。那现在如果我们再配合这个以太坊的 MACD 指标，其实也是有3重背离哦。那尽量先观察吧， KD 指标是在黄金交叉，短期一个压力位，也就是以太坊价格能不能重新回到这个箱体里面。以及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图表，也是同样下方的 MACD 指标，它也是多重背离，或者是目前的 KD 指标20，也是一个超卖区哦。其实我感觉离这一个箱体，狗狗币只要再涨一根，有可能就回到这个箱体，那下方这个位置应该就是一个陷阱。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